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29号，早上起来，家人们一车拉库的比特币多单，基本上都在数钱啊。这一次有在这一个箱体低位两个低点的位置，就26000附近，跟大家讲，跟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像，有可能会破地方。那今天早上起来也是看到社群上面家人们一车拉库的多单，杠杆50倍的、100倍的都有。我个人的话，比特币跟以太坊币本位也是10倍啊，或者是100倍的、100倍的，都是100倍啊。我个人还有一笔狗狗币是50倍，或者也就是上一次以太坊在5月18号的时候，也是有给过一笔程序交易的多单，止损是在$1790附近啊，或者是下浮1%。那现在家人们手上一车拉库的多单，其实昨天也是在推特上面通知大家，美国那边债务危机已经是解除了，你不要去管它，后面会再印钱啊。所以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去，那有些朋友也是在问多单要不要平仓，或者是还是站在空方的那一些朋友，我真的是想可怜他们的资金啊。可以看一下整个全网的爆仓数据，昨天空单是爆仓了1亿美金。想帮大家赚钱，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建议，觉得 15K 的比特币没买到，现在涨到2万多就不能买。我也是行动做给大家看，我还是币本位再继续开多，后面如果还有高点压回的位置，有机会还会用利润再开给大家。因为这种心态，输家的心态就类似以前1块钱没买比特币的，涨到1000美金，1000美金很多人是觉得不能买1000美金会涨到1万或者是2万美金，2万美金它会跌到3000美金，很多人还是觉得不能买，3000美金它会涨到6万美金。所以就是这种长线的心态跟短线的心态一样， 15K 没买到不代表2万或者是3万就不能买，后续还有高点压回的位置，到时候再带大家一起飞啊！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那么看一下2天之前的视频，这个形态已经画得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跟大家讲形态确立，2只脚4个小时里面它会突破这一个箱体的上沿的位置，你在这个位置追，就这2天利润也是相对比较丰厚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盘面，那现在日线里面已经是确立，就是这一只脚跟这一只脚里面的一些知识形态已经是讲了有几天了，它在4个小时里面这个低点是不肯破，这个位置就是跌的时候空方输家的量在这个位置筹码被主力给接走，然后这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特别是4个小时里面它的量价就是这个位置的一根量，它是在这一根就被主力给过了，利用少量的量，主力是高度控盘啊，所以也是跟大家讲，跟1月份的一个形态是非常的像，这个位置现在就是空方已经是杀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主力就拉上来，其实跟消息没有多大影响，也是有跟大家讲过。我们看日线的这个比特币，以往的主力都会利用一些事件来操盘，波段上涨的高位，看到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高点是不能追的，它有时候利好的高位有可能会是利空，它会洗盘，因为全市场的散户都在看4.5， 上一次是4%，就是这一次的加息到这一次的加息只加了50个基点，那更早之前每一次加息都是 1.75 加到 2.5 75个基点，然后下一次是 2.5 加到 3.25 又是加75个基点，再下一次是 3.25 加到 10%， 前面都是75个基点的加，那看到波段短线的这种高位只加50个基点就不一定是利好，然后下一次从这一个 4.5 再涨到 4.75 又是波段的高位，看到利好它只加25个基点，利好不是利好就会压回。所以上一次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，就这一个区间或者是这一段时间，很多人是在担心美国那边会爆发债务违约，我是跟大家讲，你看空间空间是在低档的位置，不要去管它会不会爆发债务危机，你一定要站在比特币的买方，因为这个 25K 支撑也是非常的强。那现在看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昨天其实消息放出来给大家应该要追的，那这一根是不是一个利润？所以一个正题，不管是哪一个管理者，他都不会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一个债务危机，特别是全球最大经济体。还有一些事件我们要去留意一下，6月中旬差不多是在14号美国那边会再公布利率决议，我们到时候要观察一下比特币
会不会继续往上涨？那我们就要观察一下它最近短线的一些形态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上一次在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，整个比特币中线的形态就是这个大长线的这个箱体。箱体我们要留意一下，就是上沿的位置是陷阱，现在是还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还是有压力，就是前面这个矩形的几个高点的位置，大约是在 28.8K， 所以短线也是有朋友在问还能不能追，除非你真的是比特币空仓，我个人观点是现货一定要有仓位。那至于这一次在低档，不管是 26K 还是在 26K 下方有做对的多单，我个人是选择要抱长线，除非仓位很重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留意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压力，要平的话，以往的经验大家都听得老生常谈，你可以一半一半去对待，留一半看是不是要抱长线啊。所以现在是这样子，就是下来的话，早在高位的时候就跟大家讲，有可能是陷阱，压回的低点是很重要的买点，那下来的话就应该买，所以也是很欣慰，很多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做多。那至于短线的形态，我个人观点其实也不重要，现在价格都已经上来了，我们做对的情况下，反正短期涨幅有一点过高，看要不要震荡一段时间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形态啊，周线再细心观察一下，这一根是主力的进攻，前面也是有讲过，它一根收盘，两根收盘，三根收盘，四根收盘，五根收盘，然后6根收盘，因为就上一周在周日的时候能做种拉盘，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，就这一根的收盘价是在28,082美金，那上一次这一根收盘价是在28,051美金，所以我个人观点，现在是有几周，1周、2周、3周、4周、5周、6周的时间收盘价全部都是收在这个上方，它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整理结构。那收在下方呢，1根、2根就3个，所以6大于3。那我上一次视频的封面就是跟大家讲，有可能反正这个整个形态就是非常的强势，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在跟大家强调，就这一个牛熊线每一次压回接近这一个红色线的位置，这一次也是压回红色线跟绿色线的位置，而且短线就在这个位置有交叉，反正最近就看一波，有可能就是会不会继续深入，但是 28.8K 我们短线也要留意一下整个箱体会不会过，因为2015年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不是压回这个牛熊线，然后这个位置交叉，红色的线交叉，它就是会有2到3周的一个上涨，但是不会大涨，有可能还是在整个中线这边算是一个箱体震荡为主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